你干什么？敌不动我不动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干嘛主动辞职啊？那是你没有看到我耍酒疯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比谁都知道。真是惨无人寰的想跟你绝交。反正都已经被他说不要脸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辞职吧，总比被他开除强。哎，快跟上去问问，我感觉有戏。啊，我不好，这……哎呀，走了。我在办理离职了。什么时候啊？1个月之后吧。那我呢？不知道，看你自己的造化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走了，我就得留下来。但是你不是一直想跟着程立的吗？我觉得程立会更希望陪在他身边的人是你。难道说又要女神降临了吗？程立慢热，他接受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这么快信任你的人。信任？不信任会让你住他家呀？你傻呀？那你是真没有看到我昨天晚上打住！丢人的样子。我不想听那些18禁的画面。不要说，憋死你！不要说。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不要看到你的脸。10天，3天。不可能，就程总那小脾气，就算他气儿消了，也会整令巡一段时间的。对，除非我们程总被推到海里，这个时候恰巧他脚抽筋，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令巡突然把他从水里捞起来，美救英雄，所有的恩怨全都 over 掉，完美。就3天，赌500。赌就赌，姐姐我家里有的是矿。哼，你把你那些 A 货卖了，家里就有矿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麦克。
喂，物业，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对不起啊，整片小区都停电了，电力公司正在维修呢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恢复啊？哎呦，这个不好说。哎，你们如果没有蜡烛手电的，我们可以给你送过去。那不用了，谢谢啊。那请注意安全。林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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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程总，程总，我叫救护车。不用，不行，你这样我太害怕了，还是去医院吧。你去把备用电源打开。我去过了，但是线路都断了，都怪我平时不注意。药箱里有个黄色英文字母的盒子，帮我拿过来。好。是这个吗？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出现眩晕、发烧的状况，就大量给我喝水，物理降温就行了。程丽，程丽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是谁啊？你醒了，终于退烧了。哎，你要吃什么呀？喝白粥可以吗？这样养胃。哎，那我去给林总监发个消息，说一下好吗？就说老板今天临时有别的安排，不来办公室，有紧急事情的话电话联络，这样说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不用每句话都回我。哦，别戴了，戴不戴都一样，都挺丑。再戴啊，就更丑了。现在下巴都长湿疹了。出去吧，我再睡会儿。好的，老板。来，慢点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包的有点丑。也不知道你当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怎么当的？你嫁入的是豪门吗？来，啊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喂嘟嘟也是这样的。那条狗吗？对，你骂我呢？那水獭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水和粥啊，我进来之前都吹凉了。来，
你是在本市上的中学吗？对啊，在哪个学校？我是在市一中读的，还重点班呢，厉害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刚才做梦，好像梦到读书时候的事情。你看看你，年纪不大，还挺怀旧的嘛。我出国前也是在一中读的书。你也是在一中啊？那我们就是校友哎。你比我小6岁，不对啊，那我高3，你才初中1年级。我跳了2级不行啊？跳2级，你是1、3级对不对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姐姐我很面熟啊？其实我在学校电台还当主持人呢。不过你那个时候那么小，肯定对女性的魅力没什么概念吧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29岁还一事无成了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对自己最起码的认知都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校花和学姐的戏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小保姆的逆袭人生，请给我。我去开门啊。不用了，他知道密码。谁啊？金慧。天哪，你跟他的绯闻是真的？我对女性魅力的认知一向都很准确，12岁的时候也一样。嗨，降温了，这次挺快的嘛。杰克伯什么时候来？已经在来的飞机上了，本来早就该安排给你复诊的，还跟我逞强说自己都好了。昨天之前，我都觉得挺正常的。他都知道啦。来，又是粥。生病的人喝粥好消化啊。我要吃肉。家里没有食材，要不我去买。我怀疑你根本就不会做饭。这都被你发现了，你不会因为这个辞退我吧？你能找到一个更弱智的理由吗？你不想做你就说，我要吃肉，你快点出去给我打包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不相信。快去！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让金慧买点好吃的给你送过来，我退避一下，给你们创造一下2人世界。你这是想偷懒是吧？金慧又没有拿我工资，你倒好，你拿着我的工资指使别人去了啊？这生病脆弱的时候，女朋友来照顾不是应该的吗？跟工资有什么关系？金慧怎么做是她的事，但是你别想偷懒。好，那我去点菜。老板，来，先把这个系上，把这个系上。我不要带这个，要不我不要太脏了。我不带，你拿走。带上，我求你了，带上。我告诉你，你明天必须为我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对不起。明天去帮我看一下文叔叔，你叔说他发烧了。哦，好的，老板。大程总，怎么哪里都有你？林萱萱啊，谁来了？你妈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划了一下。太不会照顾自己了，让你请佣人你又不要。那王栋呢？他不能来照顾你吗？他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要辞职了。
你看你养的什么白眼狼，需要他的时候他又走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他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自由生活的权利。你这样感情用事可是伤家大忌。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骂完我别去找金慧了，她比我更烦。你们这次为什么着急否认？是因为他吗？令旭旭，你出去吧。哦。程琳，你跟金慧从小一起长大，那说没有感情是假的。当然，我能理解你们对于这种像亲情又像友情，搞不明白是不是爱情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们处理起来会很慎重。你们俩门当户对，金慧对你是最好的选择啊。那你问过金慧吗？我是她最好的选择吗？感情又不是菜市场上的西红柿。好，就算你跟金慧的事情还没有想清楚，可你们还年轻啊，可以慢慢想啊。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有些女人你不能碰。他就是个助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的防备心理我清楚。如果不是特别的关系，你能让他在你自己家里照顾你吗？你想多了，我的生活习惯你是知道的。除了之前的文叔叔，没人能给我这样的熟悉感。这个令寻寻他很聪明，他来应聘的时候就去找过文叔叔了。文叔叔告诉他我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他一来的时候就能给我一种熟悉感，是这种熟悉感让我录用了他。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没有选错人。这足以说明这姑娘的心思非常不简单。听说殷硕代理也是她拿下的，用的美人计，跟徽以往也不清不楚。我就是提醒你啊，这种心机女你一定得防备，玩玩可以，不能走心。我本来以为咱们俩能像正常母子一样好好聊聊天，结果没想到最后又聊成工作。以后别再找人调查我、跟踪我了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隐私、自己的生活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。再见。去查查那个令寻寻，真是低估他了。程总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你又没做错什么。是不是我住在这儿，影响了你跟金慧的感情啊？你是想说金慧会因为你吃醋？金慧吃你的醋，上了热搜都没人信吧？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。我已经7年没有工作过了，对职场的人情世故很不敏感，甚至跟你的相处都不知道对不对，所以我怕我哪儿做错了，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你刚才见我妈那么怂，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可是正面刚的。我就是因为你够伶俐，才录用你的。大程总那气场，一般人谁能接得住？那你那天在办公室是怎么想的？你就不怕丢了工作的机会？难道那天不是你，是那双胞胎姐妹？那次纯属是赌博，好吗？为了应聘这个工作，我去网上查了一下你的资料。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跟大程总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甚至你回国之后也不愿意接受大程总的安排，非得接管这个小的化妆品公司。反正当时看来，你也不打算录用我了。然后我就死马当活马医，帮你顶撞你妈妈，说不定可以引起你的注意，看看你的反应呢。啊，怪不得我妈说你心机呢。看来我得好好防着你了。令徐徐，来了，程总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会打领带吗？我好久没打了，不过可以试一下。
心，手艺还在。来，穿上。以后你这样得天天交税。你们资本家真可怕，交什么税？美男税。哎呀，怎么还包成了粽子啊？不行，还是得去医院重新包一下。这样挺好的。要不要去医院？手没什么大问题，包的还挺可爱的。程总有什么事儿啊？吃饭很艰难。我点了米饭就是为了要让你吃饭简单一点。来，拿左手试试。啊！哎，轩，这中午啊是休息时间，本来想找我的好朋友令寻寻陪我吃个饭，但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方便。那就一起吧。来，程总。来，寻寻，寻寻多吃点肉，再吃个鸭血，再吃个菜，再吃点肉。不，真的不用了。可以的，再吃一块豆腐啊。哦，程丽，你也多吃点儿。枣，再吃一点枣。寻寻，下次我们单约吧，别再带电灯泡了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让我想想，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回家。这么早？我真受不了身上的味道。